Hello，大家好，我是小懒。昨天刚说到莫迪老乡没人邀请他去祭旗，今天就要说这老头乐开花了。为啥呢？因为他终于接到一个盼星星盼月亮的电话呀。谁打来的呢？加拿大总理坎尼。这坎尼是真够能憋的啊！电话来的也太晚了吧？莫迪那叫一个激动赶紧发推特昭告天下，说啥很高兴接到坎尼的电话，祝贺他赢得大选，还邀请我去参加祭旗峰会，咱们要携手合作。哎呦喂，你听听这口气好像啥事都没发生过一样。要知道这个坎尼早在4月份就赢得了大选，莫迪这个祝贺愣是拖到了6月份，这反射弧也够长的。但最关键的是啥呢？是坎尼终于发出了祭旗峰会的邀请，莫迪心里估计都乐开花了。为啥这么说呢？因为之前有消息说这加拿大是因为印度特工在他们国家搞暗杀，气还没消，压根就没打算邀请印度。这下可把这个莫迪给急坏了眼巴巴的看着其他国家收到这个邀请心里那个焦虑反对派更是抓住了机会对他一顿猛批。现在好了，电话来了，邀请函也到手了，莫迪能不高兴吗？他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好消息国内最近是灾祸不断，又是什么水灾又是踩踏的，搞得这个莫迪政府焦头烂额的，跟巴基斯坦的冲突也没占到啥便宜，还被人家打了个6比0。这事儿估计这个莫迪想起来就堵心他对这个金砖峰会、上合峰会不太积极，红场阅兵也婉拒了普京的邀请。为啥？因为他觉得虽然祭旗没他啥事儿，但是他可以当个最大配角每年这个祭旗开会都会邀请一些非西方国家的领导人，俄罗斯不来，中国不来，那印度不就成了香饽饽了吗？他总觉得自己特别重要，特别受这个西方的重视。其实明眼人都知道这个印度不过就是西方的一张牌一张用来对付中国的牌，说白了就是利用你。但印度他就吃这一套。过去几年祭旗峰会莫迪年年都去但今年不一样东道主是老冤家加拿大。加拿大为啥生气因为前年一个流亡的锡克教领袖在加拿大被暗杀了，调查显示凶手是印度特工，幕后黑手甚至都包括印度外交官和印度内政部长。这事一出加拿大和印度就彻底翻脸，互相驱逐了外交官，所以莫迪还能不能去加拿大开会就成了个大悬念。最终还是让这个莫迪松了一口气。卡尼毕竟不是特鲁多，还打来了电话邀请这个莫迪参加。莫迪赶紧送上祝贺，虽然晚了好几个月，印度媒体上又是一片欢腾，好像打了胜仗一样。那么我也恭喜莫迪顺利参加祭旗吧。不过最近还有个大新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不是宝莱坞又出啥新片也不是啥宣讲团胜利了，而是他们那座号称世界最高铁路桥的杰纳布桥终于通车了。这事儿印度媒体那叫一个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就差把这个普天同庆4个字写在脑门上了。这个印度时报、印度报业、托拉斯那都是头版头条可劲儿的吹为啥这么激动呢？因为这个桥那可是莫迪老乡亲自剪彩的。你猜怎么着？莫迪在通车仪式上那话说的那简直是天花乱坠他说以前你们都是跑巴黎去看埃菲尔铁塔，现在不用了，咱们这桥比埃菲尔铁塔还高。你看看这话一说印度人民那个小心脏扑通扑通的这激动都快跳出来了。उधमपुर, श्रीनगर, बारामूला, ये रेल लाइन प्रोजेक्ट ये सिर्फ नाम नहीं है, ये जम्मू कश्मीर के नए सामर्थ्य की पहचान है। भारत के नए सामर्थ्य का जयघोष है। चीना ब्रिज दुनिया का सबसे ऊंचा रेलवे आर्च ब्रिज है। हमारा अंजी ब्रिज भी इंजीनियरिंग का बेहतरीन नमूना है। ये प्रोजेक्ट पूरा करना मुश्किल था, चुनौतीपूर्ण था, लेकिन हमारी सरकार ने चुनौती को ही चुनौती देने का रास्ता चुना है। ये दिखाता है विकसित भारत का सपना जितना बड़ा है उतना ही बुलंद
हमारा हौसला है, हमारा सामर्थ्य है。这个桥啊，他们叫天空之桥，说是世界最高铁路桥。莫迪在桥上挥舞着这个印度国旗，那场面啊，真的是跟过年似的呀。可是你知道吗？这座桥从2002年就开始修了，愣是修了23年，总共才1.315公里长，主跨467米，桥面离河谷水面359米。你说这桥咋就跟埃菲尔铁塔扯上关系了呢？这印度人就喜欢拿这个说事儿。莫迪也是跟着起哄，不到2公里修了23年啊！哎，你说说这个效率，搁咱们中国估计连个省长都懒得来参加通车仪式。可这个印度呢，举国欢庆啊！哎，咱也别说这个印度不行，你要了解这个印度的情况啊，就知道这桥能修成，那真是太不容易了。这桥啊，可不是一般的桥，它在这个印控克什米尔地区是个战略大桥，军民两用的。它把查谟的驻军城市乌德汉普尔跟印控克什米尔首府斯里那加的铁路给连起来了，是乌德汉普尔斯里那加巴拉穆拉铁路线的一部分。说白了，就是为了加强印控克什米尔地区跟这个印度本土的联系，提高运兵和运物资的速度。其实啊，这主意最早是英国殖民者提出来的，他们想以斯里那加为中心修铁路和公路，防着俄国人。可这个英国人修了一部分就撂挑子了，因为当时没那技术啊。这个印度独立后啊，尼赫鲁也想修，可只能干瞪眼。到了1977年，这个尼赫鲁的女儿英迪拉甘地决定修这座桥。1978年德赛当总理这项目才正式立项。可这项目启动后就一直搁在那儿，因为印度没钱请外国人修，自己又没那本事。一直到了1994年，拉奥政府才开始打地基，结果又出了问题，找欧洲专家帮忙改方案。到2002年开始施工，可是因为技术问题又停了2年。到了2004年，瓦杰帕伊总理要求重新开工，说5年完工，2009年通车。印度人当时可自信了不就1.3公里吗？1年修300米很难吗？结果到了2008年发现抗风设计方案是错的，桥不稳不安全，又停工了。这印度又花大价钱请了芬兰、波兰等东欧国家重新设计。2009年再次开工，可施工这个水平不行又停了。到2010年工程重启，还说是5年完工。这时候的总理是辛格，他说不能再拖了这2015年必须通车。结果到了2016年，拱肋又合不上了，又停工了。2017年11月才开始桥梁主拱合龙工程，到2018年12月，合同又出问题了。这个施工方要求政府加钱，工程又停了。这扯皮了一番，莫迪同意加钱了，但必须在2020年完工。2019年的12月，总算是完成了83%的工程了。这眼看着2020年有希望了，结果又遇上了疫情，工程进度又大受影响了。到2021年8月。主拱终于合龙了，接下来的桥面铺装还算顺利。可2024年6月火车试运行的时候又出问题了，这个火车跑起来不稳，又把东欧的专家给请来解决问题。专家说这个施工方面偷工减料、偷奸耍滑了。最后这个莫迪决定让军队的工程部队来负责关键的焊接工作。这个时候，这个预算已经翻了好几倍了，还得增加，眼看着就差最后一口气了。这个莫迪这钱不加也得加呀，牛都吹出去了，也不在乎这点钱了。据这个印度铁路公司说这座桥花了230亿卢比，约20亿人民币，但这还没算2021年之后加的这个预算。终于在2025年6月6号，这座桥终于揭幕了。23年磨一剑呀，印度是真能磨呀，不愧是基建狂魔。这个印度媒体就开始吹了说什么世界第一高，用了大量的特种钢材，能抵御零下20度的低温、8级地震、12级的狂风、高强度的爆炸。总之这座超级大桥是吹不倒、炸不坏的。那这伟大的成就当然要归功于莫迪老仙了。这前几任都没有搞定，莫迪一来就搞定了，所以他们加起来还不如一个莫迪老仙。这个印度就是这么吹的，谁捡的彩那就是谁的功劳。那这么伟大的成就怎么能让国大党分享呢？话说回来要不是遇到执着的莫迪老仙这座桥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完工呢。施工方就指着这个桥吃饭呢，吃了20多年呀。现在这个桥是修成了，印度再也不用到处吹嘘什么克什米尔有大桥了。
去年还有这个印度的大 V 啊，盗用咱们贵州北盘江大桥的照片，在网上说是查谟克什米尔大桥。回看这座桥的修建过程啊，它比这个原计划拖了10几年呀，中间磕磕绊绊的问题啊，全靠这个外国专家救场。可在莫迪嘴里啊，这一切都是印度自己完成的。他说这个大桥是印度皇冠上的明珠。莫迪还在演讲中刺激巴基斯坦啊，他说巴基斯坦永远不会忘记他遭遇的可耻的失败。他最后说，朋友们，今天是印度展现团结和决心的盛大日子，这是印度崛起的象征和庆典。印度啊又赢麻了。23年的时间，1.3公里的长度，平均1年修几米，就这也能成为崛起的象征？这效率啊，要是在中国，乙方恐怕早就被甲方告到倾家荡产了。这印度人啊，总喜欢拿着1-2个伟大工程啊，自我催眠、自我陶醉，但整个国家远远没有完成工业化。基建一有困难就得靠外国人帮忙解决关键问题，施工的时候啊还要各种磨洋工，什么下雨天不修啦，天冷不修啦，天热不修啦，这完工之后啊又是各种问题不断。班加罗尔是印度的硅谷，是印吹们的科技之都，是印度最发达的城市之一。可它通过外界的公路啊是这样的：2023年公路上出现了一个大坑，这明显就是工程质量问题。可印度啊却说是神明怪罪，当地政府啊请了2个印度教神棍，在坑外铺了一圈黄花，放一炉火，一个神棍念咒语，另一个神棍撒花。男男女女手捧红花祈祷，保佑公路平安。能有这功夫啊？你去买几包水，你很难吗？还有那桥啊，动不动就塌呀，几乎每年都有印度塌桥的新闻，要么就是塌桥，要么就是新桥停用。据这个今日印度报道，比哈尔邦一座花了383.1亿卢比啊，就是约32.6亿人民币的这个大桥，启用了72小时后就发现裂缝给停用了，又得重修，又得增加预算。但只要把杰纳布桥吹上天啊，就可以一桥遮百丑。这就是印度狂吹这座大桥的原因之一了。其实同类型的桥梁对咱们基建狂魔来说啊，那都是小菜一碟啊。就说贵州省内的北盘江大桥、平塘的大桥、贝凌河大桥，都是咱们中国建设者们一座座丰碑啊。贵州的花江峡谷大桥2022年1月18号正式开工建设，今年1月17号就已经顺利合龙，计划在下半年就可以通车了。花江大桥主桥是跨径1420米的悬索桥，这桥面与水面垂直距离达625米，到时候啊，它将成为世界第一高桥。就是说啊，这个印度吹嘘的世界第一高桥啊，也只能过几个月的瘾。要不是这个印度人死命的吹啊，咱们也懒得说他。咱们能理解这个印度啊修这座大桥是有多么的不容易啊，那就祝福一下吧。但愿杰纳布大桥能平平安安的。好了，今天就给大家唠到这儿了，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